说就在这里煮啊，就只给我一个这个东西这样叫我煮，这个挑战也太难了吧？幸好我有准备，我有带东西来。全听你说。今天的主角，龙虾。龙虾泡饭的灵魂就是这个高汤。OK 啊，就开始煮啦。那你知道上这个节目也是一个 trend 吗？之前凤姐一直有跟我讲，她讲你来上全听你说，你来上全听你说，我是很害怕，其实我不敢上因为我觉得上这个节目都好像是踩到地雷，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这样。我在里面真的听不下去了。干嘛？我先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怕上这个节目是踩地雷？因为我觉得看了那些节目后，我觉得都蛮可怕的。那你觉得我今天要怎么访问你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刚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很紧张？你到现在都还在很紧张。紧张。我的天哪！我看到这些人你都认识。我看到你更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答不答得来，因为你太了解我了。我什么东西你答不来？那是你人生的事。什么东西答不来？你个性的事。可能太过私密的东西答。OK， 私密我们就不谈私密。快点。OK，Anyway，快点，煮饭不是重点。我知道煮饭不是重点啊。但是你只有在煮饭的时候开始不紧张了。真的然后放我的泡饭进去，然后放我的米饭进去，好，这碗是你的。哇，好香哦！他真的是会煮。来，快点，来。这碗你的，我的，很烫。脱掉。我很期待，我期待很久，因为我这次回来听说泡饭很流行。真的，很多人开啊。很清甜呐，我的天哪！它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提炼出很鲜甜的味道，然后每次都刚好抓得住我的胃口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怎样的口味。我跟你讲，阿边不得了。干嘛？去年你爆红啊！真的要谢谢于峰跟美美的举办。是吗？因为很多人看那个节目。我是你的福星。我觉得是。我每次有什么节目我就会笑马，对不对？笑马的对吗？对。不是你去年的爆红那个程度啊，我一个不在国内啊，人家一直给我看你的照片呢。真的哦。网络也有，电视也有，就是半个钟头就3个代言。还好，因为其实3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做我的这个，从一开始是叫 Blake Jam， 对 Live 嘛。你那个 Blake Jam 是自己在做的，没人帮你？没有，就自己做。一开始是自己做，然后后面有朋友帮忙。做了3年，一直都没有人看到。可是阿 Ben 居然在 COVID 的时候，就是我们lockdown 的时候，他居然化危机为转机。你居然在那个时候。网络被人家看到了，才华被人家看到了，身价被人家看到了。真的是我19年以来最好的半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这样讲，我就要开始讲，弟弟，你这19年受了多少苦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19年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演艺圈的这个生涯，一开始我很幸运，我跑得比大家都快。甚至有机会去香港拍戏，跟大咖真的很大咖一起拍连续剧。然后，但是就是我没有去规划说我要走一条怎么样的演艺事业的道路，也没有人跟我说要怎么做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如果我再聪明一点，我懂得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，我可能现在的演艺生涯会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说，把他抓来啊，让人家知道究竟是他有问题。我真的吃完了。他还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我可以开始访问他？我把龙虾都吃得很干净。很厉害啊你这样可以整只这样吃到完。OK。是你不够努力，还是你努力了，但是看不到成绩？你觉得你够努力吗？我常常害怕没有工作做，我常跟我老婆讲，今天没有东西做了，怎么办？这样休息啦。虽然可以这样讲，休息啦，休息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你心是不是真的可以定下来休息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我是不可以的，我就开始很没有安全感，感觉，怎么办啊？所以你危机感、危机意识很强的，可能在家里一点没有工作，你就坐立难安。可能我会有这种担心，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工作，所以那个负担比较重一些些。
我觉得你人生已经有一点那个小小的转折点。你怎么样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变成转机，让猪肠粉可以变成一个让人家重新认识你的一个地方？其实猪肠粉是一个偶然。我就是在 lockdown 的那段期间，我在做 Facebook Live 的时候，认识了 Dixon， 他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猪肠粉的 partner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家里有猪肠粉，让你试一试。”我就在想，我吃过的不同的猪肠粉，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？然后我就自己去加了这个，加完了后我就哇，这个味道 OK， 就无心插柳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生意。OK， 所以猪肠粉就诞生了。你觉得这个猪肠粉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计划了？有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我们新加坡人会把它介绍给外国的朋友。就是变成新加坡的一个标榜性的食物，比如说海南鸡饭呐、肉干呐这些。那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事迹，就是他从创业到现在，他每逢到哪一间公司就出了一点状况。这个是奇葩。挨的你要给那个公司倒，或者是要搬的话就安全，搬的话它会还在。挡过那一刹，对了。真的。你数看看小学。小学。我第一间小学倒了，没了 ，Jago Primary， 然后去了中学，中学倒了，然后去Shadek搬了 ，Police Academy， 我当兵啊，你这个我都没有想到，现在我才第一次想到 ，Police Academy 以前在同城的搬了，然后再来就是出来后我就去一间卖法式面包的，我做过的那些店全部都不在了，后来就加入演艺圈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因为他的加入也发生大震荡啊。我就以为 MediaWorks， 这次应该，我心里那时候我真的自己心里默默在想，这个公司应该不会搬，不会倒，都关了，他竟然合并了，然后到 MediaCorp 嘉里股山在那边40多年，他也搬了，所以说厉害吗？哎呀 ，Billy 真的是 OK， 他是一个巨星的诞生，他走过的是不能留下痕迹的，对吗？我不敢讲，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了。那你的那个自己创的业呢？我自己2间都倒了，没有了，关了。你最初的时候是自创潮牌对吗？几岁你就开潮牌店？21岁。你凭什么？小时候不懂嘛，跟妈妈借个2万块，然后跟盘呢。他也出2万，2个人1人2万，就这样子做。那个时候是最开心，人生中最开心也是最辛苦的时候。我觉得好在就是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，但是辛苦在每个月有时候连400块都没有，要拿去补货，然后要怎样维持呢？早上去打那个 part time， 那个时候我去喷蚊子，你知道那个每次外面那种 fogging 吗？那个不是每次，然后喷很多烟那个。所以你为了自己的梦想还是有牺牲的。有。所以你人生有3个志愿，是哪3个志愿？一就是当警察，当兵的时候当警察，所以就圆了一个梦。然后第2个是想要当厨师，因为曾文达。最终当然是因为做厨师一门手艺，饿不死，所以这个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想法，所以就去读了小学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想要当空少。不是因为要当那个职业，是因为要去环游世界。那很多人以前都有这个梦想。对，但是我有去应征啊，应征1次我就不要再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 stage fright。他第2关就是自己念一个那个问答的卡，但是要面对在场的差不多整100人，然后我一站上去，我的腿都已经软了。OK， 我就再没。然后厨师为什么最后没有坚持呢 ？OK， 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，我不喜欢就是一直在同一个岗位做同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就是要动。除了这样呢，你还不能克服的，我知道你鼻子。对，因为我有 sinus 的问题，现代的厨房啊都是有冷气，所以当一热的时候，开始煮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热气升起来的时候，哇，一冷一热，我鼻子就受不了，然后就一直流鼻水。所以这个已经是先天的有点障碍，已经影响到你。那你现在还在煮？现在，所以我就转换一个方式，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，因为厨师，如果你是一直在厨房里面，你才是个厨师。所以我不是厨师，人家常常讲，哇，你是明星厨师啊，什么什么，你是 celebrity chef，我不是，我是爱煮的爸爸。哦，难怪你一直跟我 emphasize 这件事情，我以为你 emphasize 爸爸，
你是爱煮的爸爸。爱煮的爸爸，就是你一直觉得厨师 chef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名称，是你不敢随便拿来说。当然，我不是你的职业操守我不是一个厨呀，我不是一个 chef。然后呢，你是最后怎么？你说你是参加那个全新总动员，全新总动员就是出道 Tim 跟 Brian 的节目。你是哈日男辈，哈日男孩，其实我不想参加，我真的不想参加，因为我对演艺圈完全一窍不通。你从来没有想过当过艺人？没有想过要当艺人，当模特这样偶尔这样玩玩这样还 OK， 但当艺人完全没有想过。然后就我的有一个外籍同学，所以他又长得哇，很像木村拓哉这样。我讲不然你去参加了。他说 OK， 好，我要去参加。然后他讲如果我赢的话，奖金分你一半。我讲哇 OK 哇，那时候我又穷得很。我讲好，那你就去参加，我带你去，然后就陪他一起去。结果入江来的时候，我没有选他。又是这种，又是这种，我也以为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对。所以就结果选了我没有选他。所以你等于是无心插柳，你的人生计划当中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艺人，没有，然后还是陪着朋友去，然后就被相中了。你就是因为你是潮男出道嘛，出来就开始很有型，然后你知道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吗？就是潮男。可是好像在我知道没有那么理想啊，你的潮男定位很快就消失了。因为结婚了。为什么那么早结婚？我常跟我太太讲的，我讲我没有后悔跟你结婚，但是我后悔太早结婚。所以就是可能就像我跟你讲的，我没有那个心机。如果我真的很聪明的话，我去规划我的这条演艺圈道路的话，我就不会结婚了。我可能会，但是迟一些咯。等我先站稳，我再来。你那时候在急什么？给太太一个那是男人呢，可是就开始定位模糊了是吗？哇！我跟你讲，我一结了婚后，一宣布了，报纸一登了，所有的小妹妹突然间不见了，都没有了，完全真的没有了。但是换来了一堆的姐姐啊、安迪啊、妈妈们啊、阿嬷们啊。而且让我觉得就是，因为你那时候刚出道，那一届的就是在线上的艺人都比你大很多。你为了要把自己 match 他们，你把自己变老。OK， 我觉得我入行的时候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怎样讲时代真的，因为在我这一挂的没有别人呢，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全新总动员，就在那个腾空的年代，你忽然在那里出事了。对，没有多少。看那个时候我又很 baby face， 我很尴尬。你要我去演戏的时候，我要演谁，我就永远就是演儿子啊、弟弟啊。像你讲的，我搭的人全部都是比我大的。对，他找不到一个搭档，他往下。OK， 你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自己的市场定位？一开始没有，一开始我只是一直想要出来我要搞笑。现在呢？现在不想搞笑。你懂，搞笑是这一个行业最难走的一条路。是。你要让人哭很简单，要让人笑是非常难，而且喜剧是最难的，而且搞笑是最吃力不讨好。对 ，OK， 所以你找不到定位，应该这么说，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定位，你都没有问过人吗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哇，主持的真的很厉害，然后我会觉得哇，这个演戏演得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我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定位，从来没有，一直到就第二次谈合约的时候。然后就跟老板要求一些东西，说我想要这样，然后就说，你觉得我应该给你这个价钱吗？你什么都不是，还有你应该要找自己的一个定位。哇，他那一句话，我突然间整个人傻了，我突然间就好像真的一个人这样打你的头的，哇，醒过来这样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到优频道的时候，因为形象不是很讨喜，而且刚生完孩子，头发又留得很长，然后白白的，那我就一直想说我要做一个良家妇女。可是我就那一整年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，后来我就剪短、染头发，然后去照灯光，把自己晒黑。我要变成一个敢怒、敢言、有自己的风格的一个主持人。然后就这样自己闯出一条路。后来你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定位？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还有什么东西我自己的私底下的才华，或者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煮咯。所以我就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往食物那一块去做。你这些年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印象的是哪几部？最有印象实在好便宜跟大脚印。一开始是那个实在好便宜，
就是做完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在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就很多人说，你的食材好便宜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然后我就原来那个节目有这么大的回应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这几个节目来说，那个节目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我做的最好的时候。什么上甜点？没有准备一个甜点。有吗？哎呦为什么你会准备甜点？就做咯，做给你吃。你做的啊？做的啊。哇， banana muffin 啊 ，banana muffin， 好吃。好吃吗？等下把人生被留下来。哎，我这个自己以后可以在家做了。这很容易做。我在中国多想这些东西啊！啊，这个容易做，容易做。中国有香蕉吗？我指的是我们那种新加坡的那种香蕉。没有，我指的是中国没有我们那种品种的香蕉，甚至有也很贵，很贵。我是我跟你讲，阿妹她就是有这个本事。你说她不幽默吗？她不好，她我讲真的很好。他又长得帅哦，他怎么动你就觉得可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就觉得我对他特别有容忍度。真的。所以你是命好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命好，你承认啊？承认命好。你看你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，可能你觉得当初如果努力一点，就是你说的那个《Yummy Yummy》，香港的那一部合拍的电视剧。是。你在那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哎，港星也认识了谁？佘诗曼啊，郑嘉颖啊，林峰啊，杨毅啊。都变成好朋友。郑嘉颖最后还成为他的孩子的干爹。你为什么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大家的疼爱跟接受？我做人的理念很简单将心比心。如果你真心去对待一个人的话，那个人对你好坏，这个当然要自己拿捏。如果你知道他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要懂得怎样去远离他。但如果他对你好的话，你就要对他更好。给你看一下你生平中的一些片段啊，大脚印，哇，零零，他的一段零，这双大脚印呢，零零零零，走遍最靠近新加坡的国家，没错，就是马来西亚了。我将会带大家呢去探索和发掘一些不同的文化，还有有趣的人事物。这个是已经出街了啊，大家都会觉得说他是 NG King。我承认，这个是他的一次过的一个镜头，就是不是说一次过，他没有一次过，他很多次，他没有一次过，但是是一镜到底的。如果以行内人来看的话，其实你的断词跟换气是不对的，不顺畅。可是谁又知道？你有时候我们只看到艺人应该是光鲜的，应该是好的，应该是对的，但是阿边是有巨高的，有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这样一镜到底的，对你来讲是很大的压力，非常非常大。如果没有很多 info 啊，这种就是有些字你知道不可以换的嘛，一定要讲对的，比如说人名啊、地方的名字啊。当我看到很多一个段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那个压力就来了。你自己印象中你 NG 最多次的是几次的？50次应该有吧。现场的工作人员跟你一起，他们被3奔过的都已经2个以上了。还好啦。你这个态度，维他命 D， 大家一起晒一晒，这样你要健康一点，因为平时都一直在室内不好。OK， 你会这么风轻云淡调，然后当开玩笑的讲，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然。在这之前，你一定是经过很多人的嘲笑，很多的磨练，然后才觉得说这一切 OK。你们既然把我当做 track 嘛 ，OK， 我 I take it。伤不伤你？开始我觉得会不好意思多一点，就是让大家陪我这样子，因为这是我的不好嘛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障碍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这个障碍，就是当我去到广场的时候，人很多，但是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会慌。人潮恐惧症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会紧张。就即便人家没有看你，你就是自己到那个地方，你就开始在紧张。是，人很多的时候，但现在有好一点。你一直在克服这个东西。我们的工作需要面对群众嘛，所以就去磨练咯。这个是很可怕的嘞。我知道人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，我本身也是有，那个是很悲哀、很心痛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知道阿 Ben 啊，他出道的时候，我一直担心是这个点啊，影响到你。我记得你人生的第一个镜头。看就那个太经典，因为他有没有伤到你？一开始一定会啦，那个时候是拍开心就好。我第一个镜头就是要去到那个自动的那个玻璃门，
要很紧张，跑到那边，然后那个玻璃门一这样开，然后监制要求我看这里，再看这里，然后看前面就走出去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拍摄是怎么样，我就去那边这样看，他就说你的眼神可不可以不要飘来飘去？我也不明白什么是飘来飘去。然后他们就叫我看 playback， 当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这样，然后我才知道哦，在镜头上不可以这样子。然后你还被要求去跑外面，因为不够喘。你去那边，卡不好跑2圈，我去那边跑2圈回来。每个艺人都在看，然后就 OK 可以了。我讲演艺圈原来是这样的，然后我在那边后来你还有去主持，也被吓到了首映会。哇，那个真的是我的演艺事业一开始的第一个真正被吓到，那个真的被吓到，压力大到我完全不敢上场。什么样的情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就一开始那个时候是千机变的首映会，那时候全部大咖来，郑伊健大哥、何超仪、Edison Twins 全部都来。OK， 很大牌。对，他们就叫我去主持那个粉丝见面会 ，OK， 就是早上那一场，然后我就去主持，我就很 normal 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主持过，我也没有主持过那种场外的，然后也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哇就很紧张。做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就说要拍一个合照，然后我也笨笨就站在人家前面，在那边讲，然后我就看到下面的那个负责人在走开，你不要站在那边。我当下我真的傻了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应该站在旁边。所以那一个主持完了后，然后就傍晚又有多一个就是首映会，正式首映会。我还记得，当我回去休息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跟任何人讲话。你觉得什么？你觉得很丢脸还是？因为我那时候很伤 ，OK， 被那个工作人员骂了 ，OK， 然后那是一点，然后第二压力很大，然后时间一到了，我就去主持那个首映会。到了那个现场的时候，哇，人很多，我开始慌了，要做那个开场的那个开场白，全部东西，然后我就跟我的负责人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顶一顶？然后你做完了我再上来，然后就好，他去帮我做那个 opening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压力真的大到这样。你这样讲话的时候，我记得在李景梅那一届的才华的时候，也是我人生最受伤的时候。我只主持景梅那一届，哇，重点全部在我身上了。可是他冠军李景梅的时候，景梅就哭，全部 close up 了。我再怎么喊都没有一个镜头看我嘞。然后到最后一结束之后，砰砰一上来之后，那个记者这样把我推走，然后就找景梅，我这样，然后我高跟鞋掉了，然后就拿着高跟鞋跟一支麦克风那样。我就颠着就回到后面舞台了。这个就是那时候我遇到的那个情况哦。我真的觉得主持人真的不好当。是你有很多你尴尬的地方，跟身不由己的地方是外面看不到的。演员他有他自己的压力、情绪啊、哭啊，当然，掌握角色没有。是。那关于这些背台词啊，你是事先是不能做准备功夫的。越准备你会压力越大。我有试过想办法去克服，但是我试过很多方式，真的都做不到。对我而言，我的唯一的方式啊，可以做得更好，就是当在 roll 的时候，一直做，重复一直做。我会用手机自己录自己的 opening 跟 closing 啊，最少录100个 take 以上，没有100个不成。其实我有在家里背很多遍。我甚至可以背多过100遍。哎呀，有可能的心疼。当我已经可以了，我自己背 OK， 我可以了，我可以去睡觉。但是一 roll 机的时候，不太行。我有试过去上那个什么那个 mind mapping，mind map 不了。因为 mind map 不了，他就是叫你。你把这个东西换成这个，然后这个换成这个。当我在想的时候，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下一个是什么？那边就会慢慢拍了。你讲台词说不可以这样。对。所以他讲要习惯。我一直试，在家里一直在面试，拿东西来换来换去，讲不行。你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吗？放弃这一行，有曾经想过要放弃。在什么时候想要放弃？在第2次拿到10大的时候。我每一次拿了奖后都平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懂是一个诅咒还是什么。然后第2次拿奖，那个时候更严重了，之后我就开始去做那个直播，就是3年前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激发了我说去尝试再把我的定位再做得更好一些。你最辛苦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
你那个时候很辛苦啊，就是连经济上也会有一些问题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感谢我身边的好朋友，然后还有我的岳母、我妈妈，那时候也跟他们借钱来过活，真的。哇，那个时候姐在哪里？姐怎么都你怎么在，你在啊，你在啊，你都没有跟任何人讲哎，你没有日子这样照过，日子过不下，也没有所谓过不下，就是很紧。比较紧一点。那这样来讲，你看一个艺人在10多20年后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是一个很难启齿的。是，因为你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然后人家都以为艺人应该很光鲜亮丽，是，真的。然后殊不知在得奖后，你日子过得寸步难行。对，那个时候。可是你说你在3年前碰到这样人生低潮的时候，你就开了那个平台，你有没有开始更企图心、跟规划性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步的踏出？其实就做这个平台的原因，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商机。所以我觉得是当下你看不到一些成果，可是那个平台终究3年后，在你苦心经营、散播种子底下，是有的，只是它的回报率来得慢一点精彩度来得晚一点。就是坚持，然后就在3年后，终于看到了那个成果。可能阿 Ben 的起步比别人慢，或者他的春天来得比别人晚，但是你已经坚持了19年。坚持了19年，他的所有开花结果，可能在20年后都会让人家看到他之前的那些付出。所以你想要做什么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，就是做一个，老板有在吗？老板，Make a wish， 快点拿钱，来个点，Make a wish，Make a wish。我这边说，老板，我想要做一个长寿的 Ben Yo's Kitchen， 形式可以一直换的，但是呢，还是 Ben Yo's Kitchen。我觉得很好啦，最起码你已经踏出这一步了，就是所谓的梦想就是要跟大家讲，要跟懂你的人。了解你的人，跟有机会的那个人地方去讲出来，那梦想才会实现。所以你这些年受了这么多的这些委屈在职业道路上对家人的话，你有什么寄予他们的？你希望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童年。当然讲很容易，但是做真的很不容易。像我讲的，当我一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压力很大，然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所以。为什么我会一直很努力的去要赚钱？其实只是为了要赚了很多钱，我可以有很多时间来陪他们。这个才是那个真正的。是，有时候真的很实际的，就是有了足够的金钱的松裕，才有时间稳定下来。来，我这边有一个，我们这工作人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有礼物送给我？你别假了啦，你知道你在？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。制作组送的，真的哦。导演送的。哇，这怎么来的？这个是300颗小心愿星。哇，里面这个有东西的吗？有吗？这个有东西的吗？有喂 ，Please open this card, Daddy 。这个你应该知道谁给的了，这张2个宝贝儿子送来的手信，第一个很可爱。他说：“谢谢你陪我们玩，谢谢你爱妈妈。”这个是大儿子 ，Ben 的大儿子年纪比较大，12岁的乐乐，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对你的爱意。那其中有几段我觉得非常感人。他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说他永远都会在你身旁支持着你。”这是他自己写的哦，所以。你的付出，孩子都知道，你真的辛苦了。其实你真的很努力，为了孩子，值得吧？对吧？再辛苦都值得。一个再强悍的男人，你都不知道他其实心里最软弱的那一面，就是他那2个宝贝儿子，跟他一直在坚强维护的那个家庭。只要你触动到这一点，不是他爱哭，是他所有的辛苦、所有的坚持，就是为了那个家庭，为了那2个小的。所以一个男人再坚强，都会有他最柔情的那一面。其实我们节目不止这样子脆弱，我们还有更残忍的。你们俩来干嘛？我们来接爸爸下班。哦，接爸爸下班了。Hello. You know why Papa so happy? Yes, you love Papa.
大的都哭了。所以Ben弟弟加油！我看到你一家4口，然后孩子这么懂事，你所有的辛苦、所有的委屈，或者是大家对你的不理解，跟这19年的低空飞翔，你已经值得了。也希望大家对杨志龙Ben弟弟的这个重新定义，跟我一样，也许在嬉笑间我们开始笑他，跟他开玩笑，可是他真的很努力。也谢谢你们重新认识了杨志龙Ben。快点，我们来跟宝宝拍一张照好吗？你知道这个访谈节目它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是唯一一个在我们节目中出现最多次的一个人。第一次你提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为什么凤姐这样讲？当你提很多无数次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很感恩你。他讲，姐姐真的很照顾你，你知道吗？她常常都提到你。其实说真的，不管好坏，重点是有心提到你。你可以去提其他人啊，也有人有 NG 的，不只是我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